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最近，关于苹果旗下新品陆续出现了不少爆料。现在最新的消息中再次提到了更多内容，除了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16系列，还有关于 Mac 和 Apple Watch 等新品的爆料。马上和 Jeffrey 一起来看。据台媒经济日报报道，苹果将在 iPhone 16系列中采用全新的电容式按键设计。台湾半导体制造商日月光获得了这一关键模块的订单。根据报道，新的电容式按键位于机身左右两侧，将取代现有的实体按键。换句话说，以后的 iPhone 就是光秃秃的了，一个实体按键都没有了。早在2022年就有消息称，苹果将在 iPhone 上采用新的电容按钮，类似于 iPhone 7、8、SE2 等机型上的压感 Home 键。苹果内部曾有一个名为 Project Bongo 的项目，计划对 iPhone 上的音量和电源按钮进行重新设计。原本打算应用在 iPhone 15系列的 Pro 机型上，但由于技术问题限制 ，Project Bongo 被搁置一段时间。但现在，苹果又打算重启该计划。据大 Information 报道，苹果将对操作按钮进行下放 ，iPhone 16全系列都将配备。新款 iPhone 上的操作按钮可能会采用电容式按钮，并改为和边框齐平的设计。而音量键和电源键则还会保持机械式按钮。从操作按钮的变动可以看出，苹果还是在探索纯平按键的可能性，未来或许会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苹果还可能即将为 iPhone 带来一个新的拍摄按钮。拍摄按钮将位于 iPhone 机身右侧下方，主要用于拍摄照片和视频。这个按钮在传感器的加持下，可以精确识别按压力度的大小，呈现出和 Force Touch 类似的效果。用户在拍照片或视频时，可以轻按拍摄按钮进行对焦，用力按压则会触发拍摄。更为奇妙的是，用户还可以左右轻扫按钮，来实现缩放变焦的操作。苹果努力在 iPhone 上模拟相机的拍摄方式，拍摄按钮形如相机的快门键和波轮的结合体一般。为了更好地模拟真实按键的反馈，郭明基还曾预测 iPhone 会在机身左右两侧增加2颗 Taptic Engine 马达，使得新的 iPhone 上震动马达总数达到3颗，并且苹果还将对震动马达进行优化。苹果内部的 Bongo Haptic Engine 项目表示，未来 iPhone 上将采用新的磁阻马达。磁阻马达是一种同步马达，它利用转子磁阻不均匀而产生了转举工作。相较于传统马达，磁阻马达能够实现更快的振动速度，同时还提供更快的响应时间。对于拍摄按钮来说，磁阻马达的加入将能更好地模拟真实按键的手感。用户在左右滑动拍摄按钮进行变焦时，可以感受到十分细腻的手感，类似 iPhone 设置闹钟时的时间波轮。在声效设计配合下，拍摄按钮将会得到和拨动转盘一样的真实体验。目前尚无法确定拍摄按钮将采用机械式按键还是电容式按键，但一些分析师认为采用电容式按键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回顾苹果旗下的多款产品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体化是苹果追求的产品终极目标。苹果一直在探索一体成型技术，自从2008年 MacBook Air 用上一体成型的外壳工艺后，苹果就痴迷于将其扩展到更多产品上。iPhone 7的亮黑色在金属呈现了浑然一体的视觉，至今来看依旧十分精致。虽然之后因无线充电功能，后盖换成了玻璃，但苹果仍然想减少拼接，试图塑造一体化的握持和视觉感受。自 iPhone 11系列开始，苹果就采用了新的后盖工艺，直接在一整块玻璃上打孔，而非将摄像头模块与玻璃拼接。苹果对一体化有着一种执念。苹果前首席设计师 Jony Ive 在 iPhone 7的工艺视频强调过，再精简，再精进，始终是我们所执着的方向，都是为了将一体化和高效率融入设计之中。为了打造出真正浑然一体的外形，我们研发出一整套新的工序。现在看来，苹果似乎已经为无孔设计准备好了一切。物理按键通过电容按钮来替代，使用内置虚拟 SIM 卡来干掉 SIM 卡插槽，充电方式上推行无线充电，数据传输上则全部无线化，因此 USB-C 接口也可以被取消了。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光秃秃的 iPhone 了。不过似乎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光秃秃的 iPhone， 毕竟机械式的按钮明显在可靠性上要更省触控式。对此，有网友吐槽取消实体按键不方便，更有网友调侃再更新就把屏幕都取消了。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对于 iPhone 取消实体按键怎么看？话说回来，最新的爆料中还提到，电容式按键元件将在今年第3季度投入批量生产，这对于今年的 iPhone 迭代来说偏晚了一些。因此 Jeffrey 猜测，最近曝光的这笔订单可能是针对 iPhone 17系列，而不是今年即将推出的机型。除
除了全新的 iPhone 系列迭代外，关于苹果旗下 AI 设备发展的消息也备受关注。来自消息人士的一份爆料显示，苹果正在研发运行于设备端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这将使生成式 AI 功能响应速度更快，也能够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但与此同时，这种在设备端运行的大型语言模型并不能完全达到运行于云端的产品的水平。对此，苹果可能会通过其他 AI 服务提供商的技术支持来进行弥补。目前，苹果已经与大模型公司就潜在的生成式 AI 合作关系进行了讨论，计划推出帮助用户日常生活的新 AI 功能。最近的消息中还提到了苹果 M 系列自研芯片的消息。据著名记者 Mark Gurman 在最近的 Power On 通讯中透露，苹果可能会跳过 M3 版本的 Mac Mini， 转而在今年年底推出搭载 M4 芯片的更大更新。苹果上次更新 Mac Mini 是在2023年1月推出了搭载 M2 和 M2 Pro 芯片的机型。除了性能提升外，这次更新还带来了一些新特性，例如 M2 Pro 版本配备了2个额外的雷电4端口和1个 HDMI 2.1 端口，并支持 WiFi 6E 和蓝牙 5.3。Gurman 此前曾表示，苹果计划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推出搭载 M4 和 M4 Pro 芯片的新款 Mac Mini。现在他进一步表示，由于新的 Mac Mini 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亮相，因此在此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推出 M3 型号，所以 Mac Mini 很可能会直接跳过 M3 芯片。对于 Mac Mini 而言，从 M2 系列直接升级到 M4 芯片，无疑会在 CPU 性能上有显著提升。此外，据传闻称，M4 芯片系列还有望配备更快的 Neural Engine， 以支持新的 AI 功能。除此之外，最新的爆料中还出现了 Apple Watch 新品的消息。近日，消息源 Concept Central 携手 Apple Tracks 的 Sam Cole 基于相关的爆料消息以及预测情况，制作和分享了 Apple Watch X 智能手表的渲染图和渲染视频。此前，彭博社马克·古尔曼曾报道，苹果公司将在今年推出采用全新设计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手表。这款手表也有可能被命名为 Apple Watch X， 有望搭载睡眠呼吸暂停监测与血糖监测2项功能。最新消息声称 Apple Watch X 将采用一项全新的显示屏技术，该技术能够降低功耗，提高效率，进而带来更持久的电池续航。消息源表示，苹果还在考虑磁性表带连接系统，可能不再兼容某些旧的表带，这一点在渲染图中得到了强调。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综合来看，多款苹果旗下设备都将在接下来发布，大家更期待哪款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